万众期待的 iPhone 13系列就要发布了，关于其配色、硬件配置的一系列信息也得到了不少曝光。虽然确实有惊喜，比如可能搭载12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不过从目前可以得知的信息来看， iPhone 13并不适合首发入手，安卓用户大可不必盲目跟风。至于为什么，我从4个方面来为大家解答这个疑问。iPhone 13系列不但标准版没有高刷，续航也不一定撑得住。目前安卓手机的屏幕刷新率基本都是120赫兹，最高甚至达到了165赫兹刷新率，画面流畅无拖影。但回头看看 iPhone 系列，不上高刷一直是果粉们很遗憾的一点。这次 iPhone 13系列终于要上120赫兹刷新率了，网友们直呼大快人心。但随后传出的仅有 Pro 和 Pro Max 机型搭载的是120赫兹刷新率，又给准备购买标准版的消费者们泼了一盆冷水。其实苹果早在 iPad Pro 上就尝试过120赫兹高刷，之所以之前的 iPhone 12系列没上高刷，其实是因为作为系列首款 5G 机型， iPhone 12在机身内外挂了沟通 5G 基带，导致其电池容量甚至比 iPhone 11还要小一些。这要再去搭载高刷的话，续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仍然保留刘海，外观设计几乎一成不变。在去年 iPhone 12系列正式发售之后，用户对其刘海式前摄模组的抱怨声就络绎不绝。屏幕正上方的一块大黑条的观感确实算不上好。反观安卓阵营，这些年手机的前摄模组从刘海屏逐渐进化至了水滴屏、升降式结构、挖孔屏，甚至是最近小米 Mix 4中兴 Exynos 30搭载的屏下摄像头。随着屏占比越来越高，手机正面的一体感也越来越充实。可惜的是 iPhone 13系列的刘海设计不会改变，只会缩减部分面积。之前还有 iPhone 13的玻璃面板照流出，可以看到刘海存在，仅是缩小了而已。算上今年的 iPhone 13系列，苹果的刘海已经延续了4年。在这4年中，不论安卓阵营的屏幕设计怎么变化，苹果始终没有放弃刘海设计，还在其中集成了点阵投影仪、麦克风、扬声器等多项元件。仅有25瓦的快充，苹果是否太过谨慎？相信大家听过一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词：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其实早在2014年 OPPO 发布的 OPPO Find 7系列就首次采用了其独家研发的 VOC 闪充技术，充电的输出提升至了5伏 4.5 安的水平，不用半小时就能把手机电量充至 70% 左右。随后切换至涓流充电模式，慢慢将电量补满。在目前的安卓手机市场，各品牌旗舰手机搭载6-7瓦及以上的快充已经成为了常态。小米 Mix 更是搭载了120瓦有线充电加50瓦无线充电的闪充配置。反观 iPhone 这边， iPhone 12系列至高只支持20瓦充电。出于环保的考虑，苹果还不送充电头给用户。等 iPhone 到手之后，用户还得额外花钱购买快充头，或者入手一个15瓦功率的磁吸 MagSafe 无线充电器。据悉，本次 iPhone 13的续航和快充都进行了提升。iPhone 13 13 Pro 的电池容量或为3095毫安，虽比 iPhone 12电池容量提升了不到 10%， 但也仅仅与 iPhone 11持平。 Pro Max 版本提升较大，来到了4352毫安。然而全系列充电功率仅从 iPhone 12系列的20瓦提升至了25瓦。总体看来，虽然 iPhone 13系列通过工艺的进化将电池容量逐渐提升至了以前 iPhone 11系列的水平，也能够理解苹果对快充稳定性的考量。但25瓦的充电速度相比安卓阵营确实难以接受，2小时甚至更长充电时长，对于目前如此之快的生活节奏，是否有些落后了呢？ iPhone 13系列价格依旧略显昂贵。根据爆料消息， iPhone 13全系列价格与 iPhone 12系列类似，标准版起步都是6299元，存储空间可能还是64GB 起步， Pro 型号起步 128GB。 运行内存方面， iPhone 13低配版2款型号都为4GB，
高配版的 Pro 两款机型升级为 6GB， 不过得益于 iOS 的系统机制，内存升级对性能带来的影响感知其实并不明显。iPhone 12是首次搭载 5G， 相比 iPhone 11贵上了800元可以理解，但 iPhone 13除了搭载 A15 芯片之外，基本也就是挤牙膏式的小升级，最低价格还是定在了6299元，问题还没高刷。iPhone 13 Pro 的价格更是 1TB 超越了14000元大关，这个价位可以买得上3部骁龙888的旗舰手机了。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